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不解释。在大家去实行显化法则和吸引力法则的时候，不解释这个词你可能听说过，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可是又很容易被误解的概念。很多人以为不解释是不要向别人解释你的意图，但是其实我们这支视频去讲它一个更深层的含义，不要急于对你眼前的象做出解释，尤其是基于旧有的认知和习惯性的思维。好，什么是现象，什么是解释？困在旧现实的陷阱当中的我们，开始练习显化法则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观察外界的变化，寻找自己的意图，开始显化的一些证据。然而，当一些现象看似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根据过往的经验或者旧有的认知，急于给这些现象赋予一个意义。比如说，你开始给自己解释了，你说这说明我的显化失败了，你说我可能做的不够好，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或者是你对自己说，看来这条路不适合我。这些解释呢，看似非常的逻辑通顺，但是其实它们通常是源于我们过去的限制性信念和旧身份的一种惯性。当我们接受了这些解释，我们就重新的陷入了旧现实的循环当中，无法让新的可能性进入我们的意识当中。换句话说这种过度解释将我们锁定在了过去的那种认知框架里面，让我们无法真正摆脱旧有的能量频率。好，我们从这里开始解释什么叫做不解释。显化的关键在于你要专注于你想要的结果，并且全然的信任这个结果已经在某个层面上实现了。而不解释的本质就是不要被表象牵引，不要急于对表象进行评判和解释。当你面对一个象的时候，不论它看上去多么不符合你的期待，你都要试着保持中立和开放。你要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并不代表最终的结果。或者是这样去跟自己说，这个现象可能有更深的意义，我不需要现在就理解它。你也可以这样说，一切都在为我的目标服务。那么这种态度不仅能够让你保持内在的稳定，还能避免被旧现实的惯性拉回，从而让你与新现实的频率保持一致。现象可能有更深的含义，但我不需要现在就理解它。我们把这个句子展开说一下，你会觉得很神奇的。就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如果已经看上去明显的指向我的显化失败了，但是我还是告诉自己说，这个事儿可能有别的解释，这难道不是有点自己骗自己吗？其实还真的不是。我们先从大的轮廓上去讲，就是当你想要显化一个事情的时候，接近你的这个显化目标的方式其实有无数种。其实你不能够去限制宇宙究竟以哪一种方式来帮你把这个你想要的目标实现。比如说有的人他失恋了，觉得无比之痛苦，就觉得为什么宇宙对他这么不好，他想要的那种幸福为什么不能得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解释可能是错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他要是不离开你的生活，你想要的那种安宁和幸福永远都不会来到你的世界里面？你看上去好像是宇宙在对你不好，在报答你，但是其实可能你的那个解释是错的。只有这个人离开了你的世界，你想要的那种安宁和幸福才能真的到来。就是你觉得这个人离开了之后，你的世界里面再也没有人给你撑伞了，但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这个人离开你的世界之后，你发现你自己的世界根本就没下雨。还有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就是我刚来芬兰的时候，第一年我经济压力特别大。我现在住的这个是个 studio 嘛，比那种 shared room 就是和别人合租的那种要贵一些。当时第一年就特别想把这个房租的问题给解决，我就去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去看房子，而且我去看了好几趟，但是后面阴差阳错的吧，就没有很合适的房源。就后来这个事儿是怎么解决的？我今年暑假的时候不是特别痛苦，抑郁症大爆发嘛，而且那个时候我的房租的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从我这个楼的邻居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之前做的一份兼职，他把那个工作介绍给了我，我就去面试了。而且当时那个面试的时候，我也觉得并不是非常顺利，因为他给我的那几个时间我都去不了，然后我是另外跟人家约了一个时间，我就觉得我拖到这个最后面，别人要我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就没想到就面进去了。从24年8月底我就开始做这份工作。你知道在芬兰找一份兼职很难的，虽然它收入并不能够 cover 掉我的房租，但是就这个小小的 part-time job， 就这个兼职，它就把我的这个房租压力给减轻了。你说我当时去看房子看的都不是很合心意的时候，我是不是心里也特别惆怅，觉得说哎呀，宇宙又在报答我。但是其实最终这个事情的解决并不是我找到了一个远一些便宜一些的房子，而是我找到了一份兼职。我一来芬兰的时候就投过几次兼职，那个真的就把我报答。别人介绍了我之后，我给他们发信息，人家根本就没回，或者是我发了好几个地方去问这种兼职的信息，别人就说没有合适的岗位什么之类的。
我暑假之前投了那种暑期实习，要么就是石沉大海，要么就是别人光一般的速度拒绝了我。所以其实我在找这个兼职之前，我抱的希望是并不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想到就是以一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实现的方式解决掉了我自己房租的压力。所以我在当时想换房子，但找不到合适的房源的时候，应该去把这个事情解释为我的显化失败了，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吗？其实不是的，那个时候宇宙就是在告诉你。不要去换房子，你跟现在的这个房子很合脾气，很有缘分，你就在这住着，所以就先请你不要换啦，后面我会给你想办法的。你觉得这个事情已经穷山恶水，山穷水尽了，其实只是因为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没有按你想要的那个方式来。那么我们从比较实践性的层面去说，如何实践不解释。第一，觉察自己的解释习惯。当你观察到一个现象的时候，观察自己的第一反应，你是不是倾向于立刻给它贴上标签，或者立刻开始解释它的意义？这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我可以选择不解释。第二，练习中立的关照。看到任何现象的时候，试着仅仅观察，而不急于反应。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现象，它并不能定义我的目标或身份。第三个，把注意力拉回内在，不要让外在的表象动摇你的内在信念。无论外界看起来如何，都坚定的专注于你想要显化的目标和那种感觉。比如即使你的银行账户显示余额不足，你也告诉自己，财富正在流向我。4. 信任显化的过程。显化的过程并非直线式的发展，有时候你看到的现象可能只是旧现实的余波。不要让这些暂时的像影响你的内心状态。5. 超越限制性信念。我们的大脑习惯性的依赖过往经验来解释当前的现象，但这些经验往往会限制我们对未来的可能性。你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选择？6. 持续关注正面情绪。显化的能量源于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你放弃对表象的解释的时候，你更容易回到正面的情绪，比如说感恩、喜悦、信任这些情绪。这些情绪它的频率都是比较高的。说起来这个帽子还挺搞笑的，这个帽子是一个纯羊毛的，我在这边二手店买的。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挺喜欢这种帽子的，但是你知道这种纯羊毛的帽子挺贵哈，然后我就也没舍得买，没想到那天就逛二手店，你知道我这帽子多少钱买的？这个帽子1欧元买的，不到8块钱人民币，而且很干净。我要是把我当时在国内看到这个帽子，然后买不起，解释为我永远无法拥有这个帽子，我不就解释错了吗？对吧？宇宙会用他觉得很可爱啊、很合适你的方式，把你想要的东西都带到你的世界里面来的。大家都对于自己想显化的目标和想要的未来不要气馁，尤其是我跟你讲一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我自己最大的领悟，就是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当你想要一个东西或者想要一种生活的时候，你真的不要自己吓自己，自己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给否认了，你自己把自己的梦想否认的时候，它才真的不会到来。但是如果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你就告诉自己，我就可以拥有它，然后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你就能接近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想要一个东西，你觉得它离你100米那么远，特别特别远的时候，不要解释为我无法拥有它，也不要解释为这个时机永远都不会成熟，你要在心里想，我能拥有它。你心里想相信了我能拥有它，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把你眼睛着眼到的你能迈出去的那10步先迈出去，你不就接近了你的目标10步吗？宇宙在这个时候会把接下来的10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走，就是你走完前10米，接下来这个10到20米怎么走，它就会显现出来。就是你想要一个事儿特别特别艰难的时候，你去做，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告诉自己做不成，你去做，你就会发现你走着走着这个路就有了，你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显现出来了，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接近你那个100米了。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觉得也不过如此嘛，我当时竟然觉得那么远，其实都没有那么远的，你知道吗？就像这个小帽子，当时我觉得非常非常贵，是现在也不是也戴在我的头上了吗？最后大家要注意，不解释不代表忽视行动，不解释并不是让我们逃避现实或忽视必要的行动，而是让我们以更加开放、灵活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比如，如果你的健康目标受到阻碍，你不要急于解释这证明我的方法没有用，而是要专注于调整计划，保持对健康的信心。如果你的事业当中出现挑战，你也不要解释为我是失败者，而是选择去看到挑战背后的学习机会。不解释是一种内在的能量，它帮助我们避免被旧现实绑架，保持对新现实的敞开。显化和吸引力法则的关键不是去改变外在的现象，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在状态来吸引新的现实。
因此，下一次当你看到一个不符合期待的现象的时候，你试着停下来，不要急于去解释，而是坚定地专注于你内心真正想要的结果。相信一切都在为你所显化的目标服务，不论表象如何。不解释不是忽视现实，而是选择超越表象，去拥抱更大的可能性。不解释的这个话题就是这样啦。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我们就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如果你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分享，好吗？我们后面的视频会讲空性，每天都要更爱自己多一点哦。下一支视频敬请期待。